嗨，欢迎来到扭转乾坤，一个让你看透股市的频道。这里我们将为你讲解马股的大小事。前一支影片我们做了马股科技股 UWC 和 DNO 的详细分析，反应非常不错，而且林先生也一夜爆红，打脸小编了。但是这里要向大家澄清，林先生并没有任何买卖建议，而且网上流传说他给目标价 2.4、2.8 的完全不属实，希望大家不要乱散播谣言，不然下次林先生就不敢再客串小编的影片了哦。开始前祝大家新年快乐。那么今天是新的一年了，我们会说到一个马来西亚主要出口的领域，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们记得订阅、点赞、分享并打开小铃铛哦。相信很多人都知道我在说什么领域了吧？没有错，今天要说的就是马来西亚的中油板块。首先，我们马来西亚是世界中油的主要出口国，我们的中油生产量占了全世界的 28%， 而出口量则占了全世界的 33%， 所以马来西亚也就有很多上市的中油公司，而最出名的就有 Sime Darby Plantation、Kim Long 和Genting Plantation 等等。那么对中油股有兴趣的朋友们，最重要的指标是什么呢？那就是 CPO Crude Palm Oil 的价格，因为中油价格是可以直接影响中油股的盈利的，而且有研究的朋友一定知道，中油股的股价是跟着 CPO 价格浮动的，不像其他的股票是跟着业绩表现。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呢？这是因为股民其实可以大约计算得到一家中油公司的盈利，而不需要等到公司出业绩，而计算的方式就是用中油公司每个月的 monthly production figure 每月生产图乘以那个月的 CPO 价格，这也是为什么业绩出炉不会造成股价多大的浮动。好了，说完中油股和 CPO 的关系之后，我们就来看看到底是为什么 CPO 在近期起得那么厉害。最近的价格是在3788令吉，我们会从多方面角度去分析这个现象，再来探讨它会否持续。因为中油股的坏处就是它无法持久。那么首先 CPO 起得那么快的原因就是它的产量下滑和它的消耗量增加。我们可以看到11月马来西亚的中油产量是按月下滑了 14% 和按年下滑了 3%， 这也让我国的中油库存再次降低到了 1.57 个 million 吨，比正常的 2.3 个 million 吨少了 0.73 个 million 吨，也就是31% 的降幅，这大大减少了中油的供应量，也就是为什么现在中油价格那么昂贵的原因。那么继续追根究底，为什么这一次的产量会这么低呢？首先就是因为沙巴前阵子疫情严重了，而他们的州政府也宣布暂时关闭很多油中源，以切断中油工人的感染链。受影响的地区就有达瓦、拉哈达都、吉纳巴当安、加勒巴干、圣波纳和古纳，而沙巴占了马来西亚中油产量的 75%， 这无疑大大的打击了中油的供应。之后就是外劳的供应，因为现在政府暂时不让外劳入境，这也让中油的收割人手不足。另外还有一样影响了中油产量的就是拉尼娜现象，这是一个发生在太平洋地区的季候风，这会使东马的降雨量大幅增加，这也会阻扰了收割工作。此外，不止马来西亚的降雨量受影响，这个现象也会影响南美洲，而南美洲是生产大豆的国家。那么大豆又跟中油有什么关系呢？其实中油和大豆是属于 substitution product， 它们是可以替代对方的。比如说，如果今天大豆的价格贵了，买家就会转去买中油来取代大豆。相反的，当中油贵了，他们就会用大豆油来取而代之。那么说回这个拉尼娜现象，它们也有影响到大豆的生产量，所以现在大豆的价格也处于一个很高的位置，这也让中油价钱提高。那么说完了供应方面，我们来看看需求量方面。为什么最近中油需求量会增加呢？这是因为马来西亚政府在2021年开始提升中油的出口税到 8%。 顺带一提，中油的出口税是以 CPO 价格来计算的，如果 CPO 价格是低于2250令吉，那么出口税是0，而如果价格是2250和2400令吉之间，出口税将会是 3%， 而最高的出口税就是当中油价格超出3450令吉，也就是1月份政府
府就会征收8%的出口税，所以这也导致很多买家都趁着2021年前买入，以免在2021年给更高的出口税。但是与此同时，印度也再次减少马来西亚的中油进口税，从之前的10%再度减少27.5%，这无疑也是增加了中油需求量的原因。那么接下来中油在2021年的展望又是如何呢？首先有几项事情是投资者必须要注意的，那就是很多买家已经在2020年囤货，以避免8%的出口税，再加上现在中油价格已经在高价了，买家会否像之前那样活跃，而需求量会否一直保持在高需求呢？此外，因为这个高出口税，我国的中油价格和印尼的中油价格之前的差价也会进一步减少，这将会增加印尼的竞争能力，所以2021年的中油需求量可能不会像2020年那么强劲了。那么很多人会问，为什么一些中油股其实并没有随着 CPO 的价钱在浮动，而且涨幅也比较小呢？这是因为历年来 CPO 的涨幅都是无法持久的，好时冲天，坏时遁地，拥有很高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，这也让投资者不敢贸然入场。而且中油股的周期性很短，它不像科技一样长青，它的股价就像跟 CPO 一样在坐过山车，这也是为什么涨幅会比较小，因为人们会害怕之后 CPO 价格突然下滑，他们会输钱，所以不建议长期拥有，而是中短线操作会比较适合。那么在中油股里面，近期最多新闻的公司应该就是 Sime Darby 和 FGV 了。首先是前2天美国对禁止 Sime Darby 的中油产品发出暂扣令，而理由是他们使用强迫劳动和雇佣童工。大马也为此表示不满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做法，因为该局并没有给予有关公司解释的机会，而且一切都在未接获通知的情况下进行。但是这会不会影响 Sime Darby 的业绩呢？答案是会的，但是影响很微小。因为这里我们可以看到，其实美国在2019年只占了马来西亚油中的总出口量的 0.49%， 不足挂齿。那么至于 FGV 则是 Felda 联邦土地局要以每股1令吉30仙的价格私有化 FGV， 私有化就是 Felda 需要成功把98%的股票回购，而他们愿意出的价钱是每股1令吉30仙。那么他们会不会成功呢？那就要看散户们接不接受这个价格了。毕竟最近中油价格那么高， Felda 才来搞私有化，有些投资者会不买账，但是也有一些担心自己会成为剩下没有被收购的18%，而早就卖出自己的票。所以我们就继续看接下来的进展吧。那么大家觉得中油领域未来2021年还会再上涨吗？潜力是否已经完全体现了呢？请到留言区告诉小编哦。下期更精彩，请敬请期待。谢谢大家的收看。